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广论止观的部分。上一次呢，我们学到了修定时候的威仪，然后今天我们继续学，请大家翻开广论347页，最后一行，看原文。头者，莫扬，莫低，莫歪一方，自鼻至其正直而住，齿欲唇者随自然住，舌者令抵上齿，息者内外出入莫令有声，粗猛急滑，必使出入无所知觉，全无功用，徐徐而转，应如是行。现在呢，就讲到身威仪的头部了。头呢，说不应该抬高啊，也不应该呢太低垂，也不要呢向一侧偏斜，就是这个头要方正。我也看过很多练习修定的人，他们的头方正很困难，总是歪向一边，但是呢他自己没有感觉。这个时候旁边如果有人告诉自己一下这个头方正，其实对有些人来说也不太容易。那么头放正了之后呢，接着就要看鼻子。鼻子呢到肚脐呢是要保持笔直的，牙齿还有唇部，嘴唇要保持自然，就是嘴不要太用力，然后舌头呢就是抵上颚，抵上排牙齿。他前面说到说眼睛要垂着，然后呢头呢要放松，不能太低太高，鼻子到肚脐是一条线，然后牙齿就是舌头要抵上颚，这都是面部的一个放松的容易提正念的方法。那么这个做好了之后，脸上的表情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是很自然的，然后不能太僵硬，嘴唇不能太用力。那么舌抵上颚是一定是必须的，这个不能忘记。因为在没有修定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不习惯舌抵上颚，但是常常修定的话，就是当我们放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呼吸了。呼吸呢，这里边有要求说，呼吸的气息呢，进出要避免有声音，就是吸气，有的人吸气很大声，出气都不可以有声音，是静静的，也不可以粗猛，也不可以浮躁，应当呢做到尽可能的感受不到气息的出入，就是你感受不到，就是它非常轻柔的，然后它是完全不费力气的，缓缓的一个呼吸的状态。没有在修定的时候呢，如果不观察自己的呼吸的话，很多人是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因为比如说我们生烦恼，我们生气的时候呼吸就是不太对的，有的是着急的时候呼吸也是有点急躁。那么在修定的时候要尽可能的控制我们的呼吸，就是说控制也好，说调它也好，调到一个就是说非常静的，然后很自如的流畅的状态，不能呢过度的急促。有人说啊数息，然后用力吸，然后这样数也是不可以的，然后也不可以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自己的呼吸轻柔到什么程度呢？轻到自己都觉察不到了，那么轻。这是呢呼吸的部分，会觉得难吗？其实慢慢的练起来的时候，会慢慢的自然就到一个这样的状态。功夫是不负苦心人的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声闻地有找到行吧？声闻地说
于佛所许，或床或坐，或草敷上，结跏趺坐，有五阴相：一、善敛其身，速发清安，由此威仪顺生清安故；二、由此宴坐能经久时，以此威仪不及令身及疲倦故；三、由此威仪不共外道及议论故；四、由此威仪宴坐令他见矣及信敬故；五、由此威仪佛弟子共所开许，共依止故。正观如是五阴相故，说应结跏趺坐。端正身者，是说为令不生昏沉睡眠。如是先应令身具八为仪，由于调息，如说善修。这一段呢，是在声闻地里提到，说在佛陀开许的座位，就是小座啊，或者说草垫子上，就柔软舒适的那个座位，就是要双盘结跏趺坐或者单盘。那么就是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一定要单盘或双盘呢？没有让站着修或者躺着修，然后一定要坐着，而且这个腿要盘起来，或单或双，是为什么？下面就介绍了一定要单盘或双盘的修订的原因。那么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如果善加收敛身体，由于这样的威仪与升起清安呢是相顺的，所以能非常迅速的升起清安。单盘或者双盘，它身体处在一种收敛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下盘是收敛的。这样收敛呢，就是说非常容易升起清安，它是相顺的，容易到是很迅速的能够升起清安。就是说你这样坐着是修订会比较快。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坐着其实比较舒服。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它能够维持长时间的端坐，而且这样的位移不会让身体极度疲累，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就像一个稳固的一个架子一样，然后把身体稳定在这个地方，你的腰，然后你的腿、肩膀、头、鼻子、眼睛、嘴巴，然后舌体上都放好了之后，它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坐姿。然后稳定之后呢，呼吸还放得那么的轻柔，几乎都快感觉不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非常长时间的端坐，它不太容易累到不行，因为这是一个让我们的身体很放松的、很有支撑的一个坐姿，它可以长久的端坐，所以是非常好的坐姿。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说这种姿势呢，不共于外道，还有争论的地方，就是它是很不共的，佛弟子很不共的。那么还有一个第四个原因呢，是他人见到这种威仪端坐，就会升起至极的敬信。大家都看过打坐的人吧？看那个坐的佛像。我以前去朝舍利塔的时候，常常在塔旁边会有看到端坐的比丘啊，然后也有居士。所以说只是把这个威仪放正，然后呢收敛，然后垂帘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看到之后呢，真的很容易升起敬信。我们看有的比丘坐在那静坐，然后有的人过去就会在远方悄悄的顶礼他，所以这是一个容易让看到的人升起至极的敬信的一种威仪。那么第五个原因呢，就是佛陀与佛陀的声闻弟子都开许呢，并依止实践这种威仪。所以这种威仪呢，那我们去寻一下的话，那是哪里来的？是佛陀还有佛陀的很多声闻，就说他们都已经真实的依止实践这种威仪，还有菩萨也是一样。所以这里的佛弟子呢，是
藏文直译过来就是佛声闻，就是佛陀的声闻弟子。然后古代的译师呢，有时候会把佛弟子与佛声闻是通用的。所以呢，见到这5种原因，就应该练习，就是结跏趺坐。说到身体端正挺直，是为了不产生昏沉与睡眠。所以呢，最初应当按照前面所说的，修持8种身体的位移或姿势，尤其是呢，气息要平缓，还记得吧？就是要轻到自己都好像发现不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那么轻那么柔的呼吸呢？在那种呼吸的状态下，我们的身体应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呢，学了这个方法之后呢，大家呢不要着急，就像一朝一夕都要认真的练。比如说只是练这个垂帘，有的人就不习惯，一直要睁大眼睛或者闭眼睛，有的人就不停的闭眼睛，因为以前养成习惯了，就是一上座就开始闭眼睛。所以你要习惯呢，不要闭紧眼睛，要垂帘，就是要把这个不正确的方式调整过来。然后还有我说的前面说的就是太紧或太松，这都是不可以的，前面讲过的这些问题。然后一定不要忘了舌抵上颚，它是抵上去的，然后这边是一条线，头要摆正，双肩要摆正，然后单夹腹，单盘或双盘。坐垫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要很舒服。像以前在学习静坐的时候，善知识还会讲说，事先要把房间通风一下，因为呢，就是如果不通风的话，你在那坐着会很不舒服，先通风一下。但是如果说你在室内静坐的话，可能吹空调是不行的，很热，然后你就吹空调，或者风扇用力的吹，这都不可以的，因为可能做完了之后会得各种毛病。在冷的地方呢，像有的老师一定要注意说，把腿包起来，然后把腰呢也用一个就是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的一个围巾啊或者什么把它围起来，因为你弄得太热，你围一会儿之后就非常的热，然后你就要因为这件事分心，要再调整一下。所以呢在打坐的时候，就是他的准备要求还是蛮多的，所以这点呢就不能急躁，要一项一项。现在不是就是流行那个写清单嘛，你就是一个单子一个单子写，就是照本操练。因为呢，如果你不照着这样的一个姿势来练的话呢，其实对修订会有产生很多障碍。然后如果已经养成了一个跟这个上面讲的不一样的一个修订的习惯，我建议还是呢要勇敢的改过来，要依照传承来修订，这样会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切记修订的时候不要后背靠着椅子，背靠着一个后背是绝对不可以的，后背一定要是虚着的，不能靠东西。然后还有不能吃得太饱，吃饱了就去坐着，那就只能睡觉，只能昏沉了。所以呢，这都是很重要的条件。学了上面的比卢巴法修订的位移，这样的话对我们能够迅速的升起奢摩他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佛菩萨佛和他的声闻弟子就是实践过的坐姿，我们沿着这样的要求呢，也是可以修起定来的。希望大家呢对自己耐心一点，一朝一夕的把它练起来。谢谢。